陈胜男，作为全球龙头企业的董事长，你愿不愿意认面前苦寻你20几年的亲生父母？我不愿意。为什么？他们可是你的亲生父母，骨肉至亲啊！生恩不如养恩大。我这辈子只会认一个父亲，那就是我的养父陈鸿明。而他们根本不配做父母，只配去坐牢。太没有良心！太没有良心！你爸妈白痴！你爸妈白痴！你爸妈白痴！回家，姐姐还在里面呢。你去干嘛？那个赔钱，我死了就死了，我儿子没事就行。那个赔钱好，我们以后也轻松了。快点尝，现在吃，和傻根妹妹一样，会气得很。走了。对，说不定这场火灾就是他引起的。死他一个，保全村平安。不哭，抱。傻根，你胆子可真大，连火场你都敢闯。姑娘呢？父母呢？别提了，这孩子遇见一对狼心狗肺的父母，光把男孩抱走了。要不是你，这女孩恐怕就……当初你妹妹被村里……如今你却救了这孩子。不哭了。你看，消防员进去啊，都没找到孩子，还以为他出事呢，结果在你怀里睡得喷香。这孩子以后肯定是有福之人呢。娃乖啊，娃不哭，我娃乖。马上就喝了奶了啊，娃。傻根儿，你说你连自己都照顾不上，还捡个女娃，又不能熏香火，到哪儿都晦气。你就给你姑娘喝这奶粉，巧了，我家也有。奶粉，你能不能借我？都一个村的，说什么借呀？全送去了。不过，这瓶酒你得全喝了。你家姑娘快饿死了，你还不喝？来，我喝。这不是能喝吗？傻根儿，我家猪喝剩下的都给你了。猪奶粉，我家猪就喝这个，长得可标实了。你为啥卖我猪奶粉？我卖的就是猪奶粉，谁让你不识字儿？那你也不能拿猪奶粉喂我娃喝呀！你个畜生！我跟你拼了！你个畜生！你，都是给畜生喝的，都一样。小点声，一会儿把儿子给吵醒了。弟妹，我家娃太
太久没吃饭了，给爸喂口奶吧。你说什么？让我给这个野种喂奶？它配吗？你捡来的野种只配喝猪奶粉。但今天我儿子摆着宴，我破例给你家娃提升个档次。旺财，我家母狗刚下完崽，奶多，随便你家娃喝。喝完猪奶喝狗奶，人喝狗奶我还没见过。赶紧让女姑娘生准，别饿坏了。赶紧喝，滚！傻根儿，哎呦，怎么喝这么多酒？快！他们也太欺负人了，赶紧的跟我走，我家里有奶粉。这孩子也太懂事了，刚才他爸被欺负的时候拼命的哭，那现在饿了就吃自己的手。这么小的孩子这么懂事儿，大孩子长大了，傻根儿的福气还在后头呢。姑娘，咱们捡瓶子回去给你换奶粉，让你跟着爸一起受委屈，但是爸就是饿死，也一定养你平安健康长大啊！一定把你培养成才，挺直腰板做人。能不能干？不能干滚蛋啊！爸爸。哎呀，真好，姑娘饿了吧？到学校好好上学，听爸爸话啊！快去吧。爸爸，拜拜。喂，王老师，哈佛的录取通知书我已经收到了。我这就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爸。我送您去医院，走。姑娘，考上没？我落榜了。没事，爸还能挣钱，还能养活你，明年继续努力。您怎么样啊？爸，您先休息，我去给您做饭。我不上学了，我要赚钱养您。你说什么？这些年您为了供我读书受了太多苦了，我不想你那么辛苦。爸，你干啥？你别拦着我，让我去死！我读书比你命还重要，是不是？是，比你爸的命重要。姑娘，你记住，人穷志不短。爸不是想让你给我挣回什么面子，爸只是想不让你以后后悔。你是金凤凰啊，你以后是要飞上枝头的。可是你没什么可是，你是我姑娘，你记住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挣钱的事还轮不到你操心。一中，我是大哥呀，一中。喂，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一中，我家姑娘考上国外大学了。哼，那是好事啊。可是，这学费啊还差不多少，我想找你借钱啊。哥，你这不是难为我吗？这你家大侄子结婚的彩礼钱还没有，你说，哎呀，行，拿着。怎么，嫌少啊？一中，我是想把我借给你修楼房的3万块钱还我。3万块钱？我什么时候管你借过3万块钱？傻根儿，
你可别跟我玩这套啊！就是你家修楼房的时候，你跟我借的3万块钱呀，你说几天就还的，这都过去3年了。你说那个钱啊？我家姑娘现在上学急用钱，你看你能不能还给我？那个钱是妈借的，你下去找她要啊！哎，这白纸黑字，你可不能赖账啊！白纸黑字，你瞧瞧，这是妈的名字。妈的名字？可当时这是你签的呀，妈还保证说你过几天就能还给我的。这谁签的字，你就找谁要。一中，你是我亲弟弟，我家姑娘能不能上国外上学，就全靠这笔钱了。哥求求你了，哥给你跪下。行，看你可怜，这个钱呢，我就替妈还了。妈，多了就当利息啊。这咋是死人钱呀？这个妈都死这么多年，肯定得用下边的钱啊。一中啊，还给我，这是姑娘上学的钱。瞧瞧你那死样子啊！捡了个野丫头，还叫陈胜男，怎么还忘不掉那个丧门星的呀？我们家就是因为你在族里边抬不起头，妈就是这么被你气死的。哥求求你了啊！哥求求你了，一中。老陈，怎么这么大火气啊？我这大老远我都听见了。他家那个死丫头考上国外大学了，还找我借3万块钱。国外大学？你是来骗钱的吧？翠兰，你能不能先把钱借我？我当牛做马，也肯定把钱还给你们。借钱啊？没问题。录取通知书拿来看看。我怕丢了，让我家姑娘收在家里了。没通知书你说个屁呀！那我还说我儿子考上哈佛了呢。你咋知道我家姑娘考的也是哈佛呀？你不是想要借钱吗？来，你给我跪下，我就借给你。真的？可上次你们家百日宴的时候，你们也骗我，到最后我家娃也没喝上奶。哎，那是我男人骗你的，我指定不会骗你。来，你看啊，这我呀，刚刚才取了3万块钱。我跪。哎，傻哥儿，我要你啊，从这儿一路跪到学校去，不远，就3个。盛楠，王老师，你是我们镇上第一个考到国外大学的学生。学校考虑你家庭困难，决定补助1万块钱的奖励金。来，拿着。快拿着，拿着，拿着。这些是我们老师和同学们的一点点心意，希望你能学成归国，回馈家乡。谢谢你，我一定不会忘记你们对我的恩情。你最应该感谢的是你的父亲。镇子上大多数女娃早就辍学嫁人了，可他不仅一人把你养大，还一直供你念书，真是太不容易了。加油！已经2万了，快爬！非常好，加油！加油！
爸借到钱了，你可以出国上大学了。学什么费呀？我让你跪到学校，你就跪哪？我也就随口一说，你这都相信呢？你说过的，我跪到学校你就把钱借我，你怎么能骗我呢？要怪就怪你自己蠢，别人随口说一句你都信呢。哎，沈南，你还有大好的前途，千万别冲动呀！你这个贱丫头，你还敢打我？来啊，你打我一个试试！你看我不讹死你！你来啊，来啊！他是那个灾星？不可能啊，肯定是巧合。你拿孩子的未来去羞辱一个父亲，你不怕天打雷劈吗？是他介绍我的，谁不知道那哈佛大学那是全世界最好的大学，那个里边就连看大门的都是精英，那出来的更是人上人。就他还考上了，我呸！陈胜男同学是今年高考的金榜状元，成绩一出来就被大洋彼岸的哈佛直邀录取，是我们县镇子第一个被国外高校直邀录取的同学。我儿子连国内大学都没考上，就他一个瘸子养大的，还高考状元，考上米国哈佛，你骗谁呢？绝对不可能！今年的高考状元竟然是我们县的！对呀，居然还是我们一个乡镇的，真有出息！要是我女儿就好了。考上又怎么样？哈佛大学，你连飞机票都买不起，用不着你操心。哈佛大学已经将学费全免，考虑到你们的家庭情况，学校决定一次性补助1万块钱，还有全校老师和同学们的一些心意，共计3万块钱，用作路费和去那边的生活费，希望能帮到你们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爸，快起来！成绩好有个屁用！这人家都说养儿防老，你看看你，捡了这么一个赔钱货，把他养到这么大了，他现在要出国了哎，这以后能不能回来认你这个瘸子，那还不一定呢。你闭嘴！爸，女儿一定会学成归来报答你。以前是您保护我，以后换我保护您。女儿怎么了？我一定要让所有人都看得起你。徐总，今天感觉怎么样？集团在你家乡扩建学校的事儿已经通过了。徐总，谢谢你。5年了，你父亲身体还好吗？他很好，这些年他学会了写字，我们一直有书信来往。丫头，当初你舍命相救，早知道我有一个愿望，就是想收你做我的干女儿。徐总，我是从农村里来的，当年是您不遗余力地栽培我，我才有了今天。您的恩情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，但是，我只有他一个父亲。徐总，你能力优秀，不忘初心，这是最难得的。以后把集团交给你，我也就放心了。我没有你父亲这样的运气，快回国吧，你父亲在等你。
邮递员同志，有我姑娘的信吗？你问了多少年了？只有5年前那一回。找什么找？你女儿早就把你忘了，不回来了。别装死啊！赶紧跟我去祠堂，今天少得了谁都少不了你。这个，首先感谢大家对拆迁工作的支持。散会之后呢，大家赶紧的把房屋情况上报上来。我们统计一下呢，还要给大家准备好拆迁款的项目。这阿尔法公司是世界闻名的高科技公司，能给我们村拆迁，那是我们村的荣幸。会呢就开到这里。啊，还有个事啊，这个傻哥呢？哎，傻哥，你是不是坑生的你啊？你没有儿子，绝后了，所以啊，你那个房子赶紧过继给你那个大侄子啊！我有女儿啊，怎么能叫绝后呢？你捡的那是野丫头，不是我陈家血脉。那房子是我闺女唯一的家了，拿走了，我姑娘就找不着家了。你们不能拿走。什么你姑娘家？你现在住的那是我奶奶家，我奶奶过世，那房子就是留给我的，是看你可怜才让你多住几年。那房子是妈留给我的，那怎么处置应该是我自己的事啊。你没老婆，捡了个野种，还是个女娃，就算是亲生的，那也不能延续血脉啊。是啊，没错，按照老祖宗的规矩啊，别说房子、土地，还有这个存款那些，都该过继给你侄子，知道吗？没有道理呀！不孝有三，无后最大。你没儿子，你的财产那就应该给我儿子啊！自古以来就是这规矩，大家说是不是啊？啊，就是啊，肥水不流外人田，老祖宗产下的地儿怎么能给外人？哎呀，这个女儿啊，早晚会成为别人家的人，你还不如把那房子给你侄儿，说不定以后还能给你养老呢。房子给我之后啊，你再去借个网贷。哎，对，把你那家那些什么破铜烂铁啊，这都卖了啊！虽然卖不了几个钱，给我儿子，让他以后给你养老啊。是啊，一中啊，你们这是吃绝户啊！嘿，话别说的这么难听嘛，这大家伙都是为了你好，好让你以后能有个保障，不是？我不需要你们养，这房子就是我和我闺女的保障。还提你那姑娘呢？出国5年了，一点信儿都没有，早就把你这爹给忘了。我闺女不会。哎，油盐不进是吧？儿子，赶紧的，按手样。我不要动我闺女！不是，赶紧把房子给我！我闺女会回来的。是吧？大哥，那女儿啊，还真就回不来了啊！哎，乡亲都在呢！哎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啊，叔。前一阵子呀，我去美国出差，还真碰见那女人了，穿的肥露。她当时跟我说句什么话呀？她说陪人睡觉不丢人，有她这个又瘸又傻的爹，才叫丢人呢。那丫头5年前可是什么金榜状元，被美国哈佛录取，全县的人谁不知道啊？她怎么能做这事儿呢？谁说不是呢？那当初多风光啊！可现在呢？这怪不得这几年都不愿意回家，原来在国外陪男人睡觉呢。只有我当初还喊他来我家吃饭呢，回去就把他用过来了，给我家狗用。就是，不可能，我姑娘不可能做出这种事儿，你骗我的。行了，明天阿尔法集团的董事长就要来这调查了，没有人会在意你那个不值钱的贱女儿。村长，这家就是个问题户，今天要不把这个房子的问题解决了，明天阿尔法的董事长一来，说不定这风言风语的就听到了，那不给我们家拆迁怎么办啊？对不对啊？是不是？村长，我提议，不如呀，咱们把这个傻儿啊赶出陈家村算了，怎么样？对，对吧？对，
赶出去，别妨碍乡亲们发财。我们陈家村今天就差一步，就可以辉煌腾达了。大盖儿，你愧对祖先呐！乡亲，我姑娘就算有100个错，可那毕竟是我女儿。你们要是有什么不满，你们可以冲我发泄，任何惩罚我都能接受。我给你们磕头了。哎，叔，你想想啊，你女儿去国外那么久，连个信儿都没有，知道原因是什么吗？为什么？你姑娘现在是只鸡，她现在呀需要个窝。你不是要给她个窝吗？这鸡窝正合适吗？混蛋！哎，动手！看没了，动手啊！不是我女儿，我告诉你。没完没了！哥，你还嫌不够丢人吗？村长，我求求你高抬贵手，给我姑娘留个家吧。这是老祖宗的地，不可能留给一个外人，更不可能给一个连家都不回、毫无礼义廉耻的不孝孽障。立正！你女儿要是在意你这个爹，她人在哪儿呢？你现在让她回来啊！哎，俺女儿过得一帆风顺，干嘛来认这个瘸子爹？是不是啊？金榜状元成了站监，当初考上的时候我就提醒过你，偏不信。这么多年了，他不会再回来了。你先乖乖的，摁手印吧。什么？我要带我闺女回来！我不。你是？我是盛楠，我回来了。盛楠，你回来了？我就说吧，我闺女肯定会回来的嘛。这烂货啊，还有脸回来啊？给我们村抹黑的烂货，赶紧滚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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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先走，先不要回来。为什么？先走。我们陈家村不欢迎你这个混蛋玩意！带着那个老爹赶紧滚，有多远给我滚多远！爸，你不是给我回信说你身体很好吗？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你个烂货，你还有脸说啊？考上了什么米国、哈佛，还不是去给外国人当小三儿，把我们陈家村的脸都给丢尽了。就这，我也没见你给你爹寄过1分钱呢。你们不是回信说钱收到了吗？收到了，爸收到了。你收到什么了？他如果真的给你寄钱，那你还能成天啊翻垃圾桶、捡垃圾，连个馒头都吃不上吗？你快别袒护这个贱货了，他就是个没良心的烂货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过得那么苦。姑娘，不哭啊，姑娘，爸看到你在外面过得好，爸就知足了。哎，这一个瘸子，一个烂货，在这假惺惺演什么戏啊？村长啊，赶紧把他们2个赶出去，要不然上面知道了，省得一堆麻烦呢。明天阿尔法集团的大老板就来这儿了，让人家看到我们这个场面，多给我们陈家村丢人啊！赶紧把傻根的名字划掉，赶紧让他滚出去！请主捕。够了！我爸一辈子安分守己，与人为善，你们为什么要这么欺负他？你们为什么要这么欺负他？
盛南呀，盛南，你说谁敢欺负你那瘸子爹，对不对？你自己看他那要死不活的样，我今天我就算打他一巴掌，我都嫌手脏。哎呦呦，哎，还怕这？姑娘，爸，我说过，等学成归来，女儿一定报答您的养育之恩。现在女儿回来了，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人欺负你。哎，你在那威胁谁呢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。你不就是知道这儿拆迁想回来分钱吗？你少在这儿立孝顺牌坊。我很后悔，早知道是今天这样的结果，当初绝对不会把拆迁地址放在陈家村，满足你们这帮人的贪婪，间接害了我爸。啊！我们村拆迁这事儿是你来定的？你知道这项目是谁的吗？全球排名前3的阿尔法集团，你知道吧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可是大放厥词！你可知不知道？呸！我就是阿尔法集团的董事长。哎呦，我腿软了！你要是董事长，我就是米国总统。董事长，你出国一趟就空手回来的？哎，我说董事长，你说你回趟家，你带点礼物回来呀？还说要孝顺老爹呢，我看呀都是嘴上孝顺。就是多是吧？住嘴！谁呀？李董为什么不能是阿尔法集团的董事长？家女陈胜男，离家5年，愧对父亲陈鸿明养育之恩。家女陈胜男，离家5年，愧对父亲陈鸿明养育之恩。特送父亲陈鸿明20年茅台酒2箱，送100年参豹山参10盒，送极品紫砂壶及5一大红袍2两。这可是20年的茅台呀！省城的房子还是别墅呢，这得多少钱呢？我家一辈子都挣不来这里。姑娘，你不是在国外上学吗？哪来的这么多钱呀？你不会？爸，女儿绝对没有做过任何违背良心的事情。爸信，你是我姑娘，姑娘说的，爸都信。我不信。大红袍。这么垃圾的茶叶，大街上遍地都是，10块钱1斤，免费给我都不要。这茅台、别墅，那能是真的吗？我也不信。就这茶叶啊，我家门口摆摊的卖的都比这真啊。有眼不识金镶玉，这不是普通的大红袍，而是产自武夷山母猪大红袍，1年只产4两，综合市场价达4亿，竟然被你们如此糟践。4个亿？这么说，我刚刚就糟蹋了1个亿。我推。真能吹！哎，村长，万万不可呀！您说您做了半辈子茶叶生意，对不对？别让这劣质茶叶毁了您鼻子嘛！大红袍，就是，无论是颜色、气味，还有这个形状大小，这是正宗的母猪大红袍。我俩位置也不对。哎呀，村长，您是不是老了？这怎么可能是大红袍呢？你懂什么？30年前，我参加过一次世界茶博会，那会上只展出了10克，那相信我一辈子都记得。该不会是真品吧？不可能吧？母猪大红袍，每年只产8两，不是有钱就能买得到的。丫头，你是怎么得来的？这是我的一位朋友。知道我要回国，特意送来给我爸的。乡亲们，咱们陈家村后面那片丘陵特别适合种植山茶，以后可以通过我朋友的关系引进2种，将咱们村打造成全国1流的茶乡，实现家家户户富裕。好，你有心了。你出国不忘家乡，你是我们陈家村的骄傲。这丫头自己发财了也不忘本，还带领我们一起发财。哎呀，真懂事啊！干什么？这可是我们陈家村发展的依仗。村长，她在米国当站街女，给老外当小贩，哪儿他妈来钱花1个亿买茶叶呀？这种撒谎成性的烂货，你能信他？他就是想侵占我们后山，想把我们陈家村所有的土地和财产全都弄到他自己手里。是这样啊？你这丫头心肠怎么这么歹毒啊？差点就被你给骗了。就是。乡亲们，你们不要相信他们的，我是真的想。想什么？想夺取我们陈家村世代传承的土地，对不对？你个捡来的野种，
原来你的心思在这儿呢，就是惦记着我们祖上的土地呀。我们陈家村怎么出了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孬种？来人，轰出去！哎，你们都误会了。事到如今，你还袒护这个不孝女，你愧对祖宗。我姑娘不是这个意思，你们就别为难我姑娘了。你给我跪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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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我跪。爸，我原本念着同乡之谊，想要给你们一些帮扶照顾，现在看来是我错了，以德报怨，何以报德？你们不配。通知下去，拆迁计划取消，学校扩建，另寻地址。好的，明白。我们董事长临时改变主意，建校地点择日重选，集合负责此项目全部人员前往陈家村。接着演。你大概不知道阿尔法集团董事长是明天才来吧？主任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跟你爸刚喝点小酒，正好路过来瞧瞧。赵主任，您来的正好，向您汇报一下，咱们村可是出了大名人。谁呀？您快瞧瞧，这阿尔法集团的董事长，您这么大的官儿，一定认识吧？哎，你不是出国留学了吗？那他还是状元呢，也不耽误他出国卖呀。你说你是董事长，胡闹！谁不知道阿尔法集团的董事长是爱国华侨徐慧光？你还敢冒名顶替？你是想害我们村啊？怎么，尚南，被赵主任拆穿了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赶紧让你爹摁手印，然后滚蛋！房子是我爸的，我看今天谁能抢走。好，兄弟们，上！你们这是在践踏法律的底线。够了，个捡来的野种，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大放厥词？你再多嘴，敲法伺候。哎，什么？陈家村不拆了？阿尔法集团又临时改变了主意，对学校扩建地址另作商讨。赵主任，赵主任，为什么呀？不过这昨天刚去店里订的包嘛。我儿子结婚就等着拆迁呢，怎么就忽然就不拆了？就是，这不行啊！儿子还指望着这次机会，能在阿尔法集团董事长面前表现表现呢。那这怎么不拆了？得罪大老板了？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因为你在美国卖屁股，把我们陈家村的脸都给丢尽了。现在好了，阿尔法大老板知道了，所以才不上我们村，是不是？遇事儿只会怪别人，怎么不想想自己的问题？在你眼里，我爸穷，活该被欺负，怎么没有想到有一天你会被别人欺负？你给我闭嘴！闭嘴的人是你们。这一次我回来问心无愧，倒是你们。我本来不打算和你们计较，但是现在我改主意了，恩怨情仇清算到底。你们不仅没有办法享受拆迁，而且还要为你们做下的恶付出代价。姑娘，算了吧，也不全是他们的错，爸也有错。爸，女儿心知肚明，有分寸。这上面是这么多年来你们对我们父女俩做的所有的事情。有人对我们有恩，但更多的人则是有仇。今天不论是恩还是仇，一律还清。哎，姑娘，你这是？林珊说，我爸说，当初捡到我时，您1分钱都没收，救了我。我爸喝酒中毒晕倒时，也是您救了他。我爸后来身体一直都不好，您总是无偿的给他看病，开最好的药，却收最少的钱。你爸的日子过得不好，能帮点是点，这不算什么。您的大恩，我爸不忘，我也不会忘。哎，动嘴皮子的事儿谁不会啊？林珊说，婶婶心脏不好，必须要做手术，
我已经找好了国外最好的医疗团队给他做手术，包括后续200万左右的医疗费，也全部由我来承担。还有，我在医院附近买了一套2居室的房子，供您和婶婶休养。你这媳妇的情况我都听说了，只有米国能治。这丫头从哪儿找的关系啊？这钱是真的假的呀？还有房子呢。哎，他就是一个在国外卖的货啊，哪有这关系？他说的话你没能信？我就是给你爸吃些药，不值钱的，这些我承受不起呀。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，您受得起。洪平姨，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父亲被超市老板欺骗买了猪奶粉，您当时看不下去，每天送来一大盆奶给我喝。这件事情您还记得吗？丫头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爸告诉我的呗。您的恩情，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。谢谢你。哎，快起来，起来！您在县里给儿子买的那套房子花光了所有的积蓄，房子空了2年，一直都没有装修。我找了全国最好的装修团队，以100万的标准入场装修。哇，钱那么多！这婚事都要黄了，这怎么突然就中了100万呢？少南，这太贵重了，你不能收啊！您得收，这是您应得的。还有，我准备在县城创办分公司，欠缺经理的职位。您儿子在大学所学的专业刚好符合我们的录用标准，年薪50万，希望您不要嫌弃。只需要您儿子在合同上签字就行，可以随时到岗。弄一堆假钱在这演戏呢？啊，排练过很多遍了吧？这一看，啊，好像是真的啊！洪平姨，您不要有心理负担，我这次回来就是想有恩报恩。丫头，前我家德才百日宴，我们还请你爸吃饭喝酒呢。你也别给房子什么的，随便给我们家100来万，我们家就知足了。侄女，我可是你小叔啊，这个你堂哥以后结婚了，这房子车啊什么都没有，看，有仇报仇。侄女，你给外人都是房子车什么的，怎么到自家人变成仇了？自家人？你以为这些年你对我爸做的这些事情就没有人知道了吗？哎，你可别血口喷人啊！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爸的事儿了？24年前，我爸到村上超市买奶粉，你伙同超市老板卖给我爸猪用奶粉，有没有这件事？这事儿能怪谁呀？要怪只能怪你爸不识字。再说了，这卖猪用奶粉也不犯法呀。卖猪用奶粉当然不犯法，但是对外称是婴儿奶粉，并卖婴儿奶粉的价，这就是欺诈。今天那个超市就会被查封，而你作为主使者，也难究其责。哎，你吓唬谁呢？什么？县里来的执法人员把超市封了，完了，我的超市要关门了，还要罚我30万，我去哪儿借这30万？都是你，都是你到处怂恿我，我要告你，我揭发你。我去解释解释。站住！哎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可是你小叔啊！我这次回来就是有恩报恩，有仇报仇。你欠我爸的远没有还清。8年前，我爸借你3万块钱建房子，至今未还。我出国留学第3年，你抢占我爸的田地，我爸辛辛苦苦赚的每一分钱都落入你的口袋。你出国那么多年，也没个信儿，谁知道你是不是死过爱了？再说了，我只是帮你爸保管这个钱，怕你爸乱花，你别不识好人心啊！你3天才给我爸吃1碗饭，冬天连一件衣裳都没有，这就是你所说的照顾？好啊，那我把你房子拆了，车砸了，让你过几年这样的日子，如何？现在可是法治社会啊！你可不能犯法。
你放心，我不是你，我从小所受的教育绝对不允许我做任何违法乱纪的事情。但是今天，你欠我爸的钱、房子必须还清。你太放肆了啊！我可是你小叔啊！我们陈家村怎么出了你这么一个白眼狼？出国几年，沾了点海水，还真就以为自己高人一等。看把他给能耐！你看什么看？我们家可没惹过你爹。平日里看见我们都躲得远远的，生怕惹到他身上的病呢。你以为你们一个二个就是无辜的？34年前，你还有你们就是因为听信了江湖骗子的谗言，把我爸的妹妹亲手关在屋子里面被烧死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们以为就翻篇了吗？我爸当时那么求你们还活生生的烧死了我姑姑，你们还是人吗？是说那个天煞孤星，就是因为他，那一整年村上的人都跟着倒霉运，他不是谁死？对，他活着那就是害了我们全村，他就该死。我们这是替天行道。好一个替天行道！我姑姑掌心有痣，就是天煞孤星就该死。那我呢？也把我杀了呀！当初田胜男不是烧死了，怎么还活着呀？这肯定是重新转世，又投胎到咱们村啦。陈胜男，好你个傻根儿啊！你就是故意生养这个天煞孤星，就是因为你过得不如意，想把我们全村都害死，是不是？我姑娘不是什么天煞孤星，不是什么灾星。我说怎么最近不如意？我儿子考试成绩越来越差。哎呀，最近我这2年特倒霉，原来咱们村藏着这个天煞孤星啊！他就是天煞孤星。相信吧，咱们村本来要拆迁，大家都能发财，结果呢，他一回国就不拆了。他不是灾星是什么？对，傻根儿，今天必须给我解释清楚。解释什么？我爸没有错，我姑姑更没有错。如果这个世界上真有什么灾星，那就是你们的愚昧、你们的贪婪，还有你们泯灭的良心。这个畜生，你骂谁呢？畜生，我是畜生。他当初把我遗弃在火场，任由我被火烧死的亲生父母又是什么？我不恨他们，我恨的是你们。24年前，我爸冲进火场把我救出来，含辛茹苦地把我养大，他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对不起你们的事情。那你们呢？你们又做了什么？猪奶粉，抢房子，还偷走我每年寄给我爸的吃饭钱。人在做，天在看，老天爷不会原谅你们，我也不会。够了，在祖上面前，你这个野种能眨眼吗？村长，这父女2人所犯3错：一是不忠不孝，2是让祖宗蒙羞，3是蛊惑人心。我建议将这父女2人驱逐出村。不能轻易饶了他们！哎，对，杨家夫君，好，上去！乡亲们，你们都错了。你们说我姑娘不会回来，她回来了。你们说我姑娘是白眼狼，她在国外这么多年，她从来没有忘过家乡啊。她不是什么天煞孤星，她就是我陈鸿明的女儿。当着老祖宗的面，你说这3条罪状，你认还是不认？好，你们不就是想要我的房子吗？我给你们，我全都给你们。但是我有个条件，要把我姑娘写进族谱里。我们陈家族谱上写上女人的名字，那是要有条件的。首先，必须是扬名天下，要么就是心香百世。你养的这个尽给老祖宗丢人的上门星，他够哪一条啊？啊，他够哪一条？上家吧！好。就带这么点人啊，怕是不够啊。董事长，我们废什么话呀！给我打！这帮王八蛋还真他妈能打啊！怎么办？姑娘小心！
不能小心！别动！你放开我姑娘！你狂什么？这儿是你狂的地方吗？放开我吧，否则你会付出代价的。威胁我们？你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对董事长？什么狗屁董事长？这儿是陈家村，今天就是这天王老子来了，你和你爹也逃不过这族规家法。处死他！处长！这人是谁呀？阿尔法集团国内分公司的王总。哎，冒充人家董事长，等着坐牢吧。啊，你好，王总，初次见面。啊，那个很荣幸的自我介绍一下啊，我呢是咱们陈家村的拆迁队队长，我叫吴德才。您来的刚刚好，这里啊有个人冒充咱们阿尔法集团的董事长，我当场把他就给捉下了。至于怎么处置，您来夺定。都是你干的？对，是我儿子干的。这个女人到处招摇撞骗，我儿子实在看不过去，想把你控制住了。你，王总不必特地嘉奖我，这个呀都是作为拆迁队队长应该做的事儿。混账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还有你们这帮渔民！我阿尔法集团新任董事长回国为你们谋福，你们竟然这样对待他，简直是畜生！真的呀？王总，您弄错了吧？他就是一个出国卖的，怎么可能是阿尔法集团董事长啊？闭嘴！董事长的身份岂是你能质疑的？您是不是搞错了？他怎么可能是董事长啊？是啊，他只有个捡垃圾的瘸子爹，当初上学的时候连钱都交不起。您是不是搞错了？混账东西，还敢对董事长不敬！来人！哎呀！董事长王天来此次来时，让您和令尊大人受苦，请您责罚。得罪了扬名天下的董事长，完了，这是彻底完了。你真是董事长？霸占房屋、滥用私刑、横行霸道、为非作歹，你下面的人就是这么聘请拆迁队长的，你要负责。董事长息怒，董事长，属下错了，属下这就开除他，并向全县、全市发出号召，此人永不录用。不，董事长，我有眼无珠，我该死，您给我一条生路好吗？是啊，盛楠，我儿子还小，他不懂事，你就饶了他这一回吧。丫头啊，不，董事长，怎么说，咱们还都是一家人嘛，是吧？你爹的房子还是你爹的，你程胜男配上族谱啊！哎呀，盛楠呐，太有出息了。就是啊，你们这样欺负我爸，把他逼上绝路，当初怎么没有想到你们和他是同村人，是一家人呢？妈的，你有两臭钱你了不起是吧？你今天就是米国总统，你都别想关押老子！说的对，哎，老子以后就混吃等死，我就不服你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我能拿你怎么样？你以为你偷钱的事情我查不出来啊？这些年，董事长往家里寄的钱，全部被吴德才、陈浩勇二人半路偷走，证据全在这儿，已经全部移交警方，申请抓捕。好快点啊！这么多钱啊！这才隔了小半年，又寄这么多。反正以后啊，他给他瘸子爹寄那钱，都是咱哥俩的。我说前几年这俩人怎么突然就有钱了呢？亏了我还夸老吴家的儿子有出息呢，原来是偷姑娘寄给傻根的钱呐！干人事啊！哎呀，这小子！以前你们欺负我，我就忍了，但是你们千不该万不该欺负我爸，偷了我爸的钱，让我爸吃尽了苦，连看病吃饭的钱都没有了。你们这群混蛋！堂妹，妹妹，我错了，求你别把我送到监狱，我真的错了。这些年我寄给我爸的每一笔钱都有详细的数目，5年371万。你们这帮人
就在牢里慢慢去反省吧。哎，等会儿，妈，你不能这么对你弟弟！你说什么？他才是你弟弟！弟弟怎么回事？弟弟，我这从来没说。双胞胎的亲弟弟。这么多年，妈一直在找你，皇天不负苦心人，妈终于找到你了。女儿，真的是你！放开我！你在说什么？我根本听不懂。你别激动，你听爸说，20多年前，你妈生下一对龙凤胎，一个是德才，一个就是你呀。老吴啊，你怎么还有个女儿啊？这从来没听说过呀。我们在医院连名字都起好了，叫吴德才，你姐姐叫吴淑才，对，吴淑才。本来我们一家人要过上好日子的，老天不开眼，一场大火把我们一家硬生生拆散了。是，你们是不知道，因为我要瞒着。翠兰接受不了失去女儿的事实，住院那几天差点疯了。我作为一个父亲，却把自己的女儿都丢了，这叫我怎么能接受？我接受不了。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老天有眼，让我们这对苦命夫妻又找回了女儿。女儿，爸做梦都在想你啊！你们不要在那编故事了。你们是什么品行？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你不能这么想你爸，他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找你啊。那时候，爸天天换工作，我去到一个地方就在问：谁见过我女儿？谁见过我女儿？问的多了，老板烦了，就把我辞了，去到下一个地方。我继续问，我不能丢下我女儿。德才跟这孩子一样大，肯定就是亲姐弟。哎呀，老吴啊，你年轻的时候东奔西跑的，原来是为了找你的女儿啊！哎呀，你看你爸多疼你，他一直在找你，还不赶紧叫声爸？够了！当初在医院那一场大火，我亲生父母把我丢在产房，是我爸跛着脚把我救出来的。同乡这么多年，现在跑来认亲，你难道不觉得自己很可笑吗？妈，没有想过你还活着。对，而且活成现在这个样子，是我的成就让你们亲情泛滥了。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当时情况紧急，我和你爸把你弟弟救出来之后，马上就回去找你了。可是那个时候你已经不见了呀。是你当时趁乱进去，把我女儿偷走的，偷走我女儿的人是你。那场火干什么？一定是你放的！你无儿无女，就想用这个方法抢走我女儿，你说是不是？放开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，这是怎么了？爸，你没事吧？爸没事，爸就是怕你受委屈，爸受点委屈，没事了。死瘸子，装什么好人？分明就是你！你闭嘴！出国之前我就发过誓，回来之后我要撑起一片天，任何人都不允许欺负我爸。
而你们欺负我爸的每一笔账，我都记得清清楚楚。你们演的再好，再煽情，也改变不了你们自私恶毒的事实。你带走！等等，德泰是你亲弟弟，快去说一下，你不能这么没良心呐！良心？他偷走了我爸的生活费，我爸的救命钱，他有良心吗？带走啊！妈！还有你们，曾经你们烧死了我姑姑这一笔账，我会如实查清，该判的人一个都逃不掉。爸，一直以来女儿都听您的话，但这一次，女儿要任性。女儿，妈求你了，就原谅你弟弟，实在不行，妈给你跪下。爸也给你跪下了，你有什么气儿都冲爸来。那你们就跪呀！我说你们现在就跪下，给我爸磕头道歉。爹娘跪子女是要遭雷劈的。老天爷发怒了！你是我们的亲生女，你怎么能让亲爹妈给你下跪？只有女儿给爹跪，哪有爹跪女儿的？爹不跪！丫头，父母跪子女是要折寿遭天谴的。如果我做错了任何事情，那就让老天爷惩罚我好了。但是我从来不认我有什么亲生父母，我程胜男永远只有一个父亲，而你们必须要为自己做下的恶行付出代价，跪下！得饶人处且饶人，我们都已经知道错了，你还想要怎样？曾经因为你们的愚昧烧死了我姑姑，现在还要道德绑架我们父女，你们这帮没有道德的人，我要把你们一个一个全部都送进去！洪明啊，咱们都是一个村的，你去劝劝你闺女，高抬贵手，放上这么一马吧。洪明，魏家老小可咋办啊？就不要把事做得太绝了，我求你了！得饶人处且饶人，大人有大人就不要再追究了。爸！当家的，打听到了吗？没死，死了个头。咱们儿子那边说是证据确凿，估计得坐1辈子了。唯一的办法，让那个贱丫头谅解撤案。个贱丫头，当初生下来就应该把她给掐死。哎，你赶紧想想办法救救咱们儿子呀！只要那个贱丫头能认咱们一家，儿子不仅会无罪，还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等着咱们一家呢。可是这，他不认呐。咱们可以上我妹那个调解节目，是老大。我管他是什么董事长，他名气越大，对我们就越有利。我就不信他敢在全国人民面前不认我这个亲娘。病人除了长期营养不良外，多个器官衰竭，尤其是心脑部分，神经可能会。你也不用太着急，医院这边会开一个联合诊治会，聊一联合制定他的医疗方案。谢谢你说。爸，医生让你好好休养，等你养好身体，女儿带你去环游世界，吃大餐，带你享福啊！你可要长命百岁啊，以后还有几十年的福要享呢。我娘。
喂，你好，我是电视台调解节目的主持人，你的亲生父母不要邀请您参加。我拒绝。您和您的亲生父母之间存在很多误解，包括当年您的失踪，还有当年的那场大火。难道你就不想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吗？你是在诱导我吗？参加我们的节目，现场嘉宾还有专业老师会帮您解开心结的。我不需要。曾经的事情我自己会悉数查清楚。他没答应。你得让他答应呀。放心吧，哥，大名鼎鼎的阿尔法集团董事长一回国就不认自己的亲生父母，还有比这个更劲爆的头条吗？我帮你们录几个视频，越可怜越好。难道你就不想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吗？所有人都在让我去接受他，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做，因为他们做的事情我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原谅。就算他们是我亲生父母，那又怎么样？他们只是生我，怎么都抵不过这24年你对我的养育之恩。我这一辈子只会认您这一个父亲。当初是您从火场把我救出来，那24年前那场火到底是怎么烧起来的呀？爸，救不了你，救不了你，小兰，救不过他，救不过他。爸，不激动，不激动啊，不激动，女儿不问了。董事长有急事要向您禀报。网上出现大量您和您父亲的负面视频，甚至传到美国总部，情况很不乐观。24年前，人贩子一把大火烧了医院，趁乱把我女儿给偷走了。24年后，我终于找到了我的女儿，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女儿她被那个人贩子给洗了脑。他不但不认我，他还把他的亲弟弟给送进了大牢。我不怪他，是我这个做父亲的没有尽责。我心疼我女儿，这么多年，她一直被人欺骗。据我所知啊，你们的女儿呢是全球阿尔法集团的总裁。他辜负了你们，那你们有没有想过要去起诉他们呢？不起诉，不起诉！我女儿她好不容易才过上了今天的好日子，我们不想让她名声扫地。对，我们不起诉，不起诉。你们分开了这么久，却还是这么为自己的女儿着想，真的是很感人啊。那就是不知道你们的女儿能不能体谅到你们的艰辛和不易呢？我们尊敬的新任董事长大人，居然连他的亲生父母都不认。他从徐慧光手中继承的股权本身就存在疑点，受到舆论的影响，集团在华尔街的股价直接腰斩。他根本就是德不配位，不配做我们的董事长。那还等什么？应该马上安排专机前去核查，将他彻底罢免。无知历史嘛，有件事我私下找你聊聊。董事长，视频已经传到美国，集团股价大跌，内部对罢免您的呼声越来越强，董事会将派遣代表到国内核查，要逼您退位。我到阿尔法公司仅仅5年，就继承了徐总所有的股份，一跃成为他们的顶头上司。他们对我心生不满，合乎情理。如果我真的做了什么大错，我愿意引咎辞职，但是要让我去承认那2个所谓的亲生父母，而放弃我和我父亲的关系，我绝不妥协。我现在就安排人把这些造谣的视频封了。网上已经激起舆论，现在封视频只会让这个事情更复杂。
真不甘心，难道就任由他们在网上造谣，诋毁您和您的父亲吗？您好不容易才有了今天，难道要因为这件事儿变得一无所有吗？赶紧去联系相关部门，加紧效率，收集所有证据，查清24年前的真相。您是要……我不能再继续逃避这件事情，我要将真相公之于众，让他们付出代价，为我父亲证明。那您要不要提前做亲子鉴定？万一做不做有什么区别？我宁愿背负所有的骂名，这辈子也只会认这一个父亲。我要参加你们的协调解密。姓名、职业。网传不孝女陈胜男。各部门注意，灯。欢迎电视机前还有手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欢迎大家收看今日独家亲情调解节目《消失24年的他》。欢迎现场的调解员老师们。好，现在有请双方当事人入场。咱们拍的那个视频火了，就连阿尔法集团的董事会代表都到现场来旁听。这次是咱们给他机会，他最好是认咱们。他要是不认，我把这些年他所打拼的全都吐出来，到时候咱们大家一起完蛋。爸，下午女儿要出门。你是谁啊？不认识你啊。爸，我是盛楠啊！您看看我，您看看我，爸。你走，你走。病人除了长期营养不良外，多个器官衰竭，尤其心脑部分神经可能会怎么样？会怎么样啊？你也不用太着急，医院会开个联合问诊，制定医疗方案。谢谢医生。爸，请原谅女儿的擅自做主，女儿要在今天让所有人见证，您是一位伟大的父亲。欢迎我们的当事人，父亲吴志立先生，母亲陈翠兰女士，女儿陈胜男女士。集团大股东们也在收看这场直播，最终的舆论导向将决定我们这位董事长的去留，拭目以待吧。那请问双方当事人，你们是有什么需要调解的吗？我是想让我的女儿认我这个母亲，能让女儿接受我这个父亲，就是死也瞑目了。你们的意思是，你们的亲生女儿不愿意认你们？为什么？可能是因为家里穷，女儿现在有出息，她嫌弃我跟她爸没出息。那盛楠女士，你亲生父母所说的话是否属实呢？他们不是我的亲生父母。你是妈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。这24年，我和你爸为了奖励我们，我是过来解决问题的，不是过来听你在这哭哭啼啼、卖惨表演的。当事人，你作为女儿，应该多给父母一些体谅和耐心，而不是作为阿尔法集团董事长的你，觉得父母出身贫苦，你就嫌弃他们。这有钱不认自己的父母，这太不道德了。不理解，更不支持。我认，或者是不认，和我的身份有任何关系吗？这是我们不可避免的问题啊。那我再次问你一遍，面对苦苦寻找你24年的亲生父母，你是认还是不认？我不认。傻根，傻根，你姑娘上电视了。我哪有什么姑娘？哦，哎，看电视，看电视。我不认。你是说你不认你的亲生父母？那么请问，你身为阿尔法集团的董事长，如果有一天你知道你的亲生父母缺钱了或者生病了，你是否会帮助他们？他们跟我没有任何瓜葛，我为什么要帮助他们？
养有贵乳之恩，家有反哺之意。你身价数千亿，为什么对你自己的父母视而不见呢？陈胜男女士，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？你现在有钱了，所以你就不接受你的穷苦父母？这些人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，是因为有钱了不认他们吗？分明就是……你是因为自己的亲生父母穷，怕他们拖你的后腿，所以才不认他们吗？换句话说，即便你现在有钱了，你也不愿意报答你的亲生父母。对。呀，这孩子也真是的，他们是不配，但这么说不是招人骂吗？哇，丫头没社区了。你怎么能说出这么残忍的话？你太伤爸爸的心了。爸每日以泪洗面，就想找到你。我们不图你什么，只希望你能叫我们一声爸妈。你就难道一点不心疼你的亲生父母吗？没什么感觉。你爸想你想的精神失常，都住了好几次院了。爸也是，心脏不好。既然你们有病，那就去看病吧。一个连亲生父母都不认的白眼狼，如何引领集团发展？我建议立刻将陈胜男踢出董事会，剥夺董事长之职。对，如果他们真的是陈董的亲生父母，是应该将陈董踢出董事会。手术率开始直线上升，阿尔法集团董事长的身份噱头足够大，但还不够，趁势抛出重磅炸弹，直接坐实身份。当事人，你是在怀疑你亲生父母的身份吗？双方当事人，请问你们有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证据呢？有。那就拿出来吧。经医学遗传 DNA 认定，吴志立、陈翠兰为陈胜男生物学父亲、生物学母亲。哎，老公，你快来看电视！以前儿子同学的家长，你看是不是这两个人？阿尔法集团的董事长居然是他们的亲生女儿，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，您亲子鉴定都拿出来了。阿尔法董事长回国认亲，先前他嫌弃亲生父母穷还不认，现在拿出亲子鉴定，看他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他可是新晋首富，这下可有热闹看喽！他们居然是盛男的亲生父母！畜生！这两口子这些对傻根对丫头做过一件人干的事吗？以前他们不养，现在却跑出来认，这不是畜生是什么？当初傻根捡到丫头的时候，全村人都知道。他们要真的舍不得孩子的话，当年就认了，怎么会等到现在？他们就是想在节目上道德绑架。导演，我们的直播破新纪录了，网络直播在线人数突破20万人。快，给当事人施加压力。现在科学的鉴定报告就摆在你的面前，你是否愿意放下心中的芥蒂，过去抱一抱你的亲生父母，喊一声迟到24年的爸爸妈妈呢？来，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给当事人一些鼓励，来，掌声。女儿，妈好想你啊！谢谢节目组帮我找回了我女儿，谢谢你们。孩子，快拥抱你的父母吧，快给你妈妈擦擦眼泪吧，她太可怜了。快拥抱一下你的母亲吧。抱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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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抱一个。
我再说一遍，我不会认。都证明有亲子关系了，他怎么还不认？嫌弃穷呗。太过分了，我要骂死他！啊，樊董事长，你就能不要自己亲爹亲妈？什么人啊这是？你爹妈找了你这么多年，你一点也不知道感恩。呸！节目刚播出，收看人数已经突破全国1%，直播在线人数已经突破50万大关。导演，这个董事长为什么不认自己的亲生父母？你要发达了，你愿意承认自己不堪的过往？事情已经真相大白，是时候结束这场闹剧了。女儿，我们都已经把亲子鉴定报告拿出来了，你为什么还是不肯认爸爸妈妈呢？我和你妈找你找了24年，我们不图什么，就图你叫我们一声爸妈，这都不行吗？当事人，你是对亲子鉴定报告有什么疑问吗？亲子报告肯定是真的。对，爸保证，绝对是真的。亲子鉴定需通过当事人同意或者由法院监督采样，才具备真实效益。你的怀疑是对的，这也说明你对这份消失了24年的亲情的重视啊。女儿，如果你不相信，我们现场做一次。看来这位父亲已经是迫不及待了。那我们节目组也可以现场采样，保证是真实有效。不需要。这份亲子鉴定的日期为什么是在5年前？既然5年前你们就已经确认了我们的生物血缘关系，为什么今天才拿出来？等下来，这是什么？亲子鉴定，你什么时候做的？5年前，我看到他找新老师，我就猜到，现在正好派上用场。老婆，这钱没白花，有了这个，他敢不认老子我这亲爹？这5年期间，你们不仅没有来认亲，甚至在我回国的当天，伙同所有的村民来欺负我和我爸，这又是为什么？因为5年前我考上了哈佛，你们不想为我交学费和生活费，你们害怕我成为你们的拖油瓶。我回国当天你们没有来认亲，是因为你们听信了流言，觉得我没有出息。不是这样的。现在你们知道我是阿尔法集团的董事长，才父慈母爱的跑过来认亲。你们认的是亲吗？你们认的是钱。你们无非就是因为觉得我现在有出息了，想坐享其成，让我给你们安享晚年。说得好，光生不养有个屁用！他们就是看孩子现在有出息了，想来摘果子。真该把他们在祠堂里说的话、做的事全都录下，只是苦了傻根儿了。无论我现在再有钱，也跟他们无关，也更不会帮助他们。这就是我的答案。双方当事人，你们都冷静一下。我想这里边肯定是存在了什么误会。对，女儿，爸是有苦衷的。女儿，爸妈不敢认你，那是怕你受到伤害啊。二位，你们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？有。女儿，妈实话跟你说了吧，当年在医院放火的人就是傻根。你指的傻根儿是现在陈胜男的养父？对，就是他，是他放火烧的医院。你胡说！双方都先冷静一下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当初陈胜男的养父纵火烧了医院，然后又趁乱偷走了你的女儿？对，爸妈不敢认你，是怕你受到伤害。毕竟当初他在把你偷走的时候放火烧了医院，还有什么事儿是他干不出来的？你的养父傻根，他就是个恶魔，是他烧了医院，偷走了你，然后欺骗你。
回国时我们不敢认，后来知道你是阿尔法集团的董事长，确信你不会被欺负，这才鼓起勇气跟你相认呐。原来还有这段不为人知的心密啊！作为父母，我理解你们的心情。如果不是怕孩子受到伤害，又有哪一个父母愿意让孩子吃苦呢？牵扯出人贩子，这话题太有爆点了。导演，我们的收视率突破2%了，逼近春晚平均收视率的历史大关，直播在线人数突破100万人了。真正对你好的人，就是在你眼前的亲生父母。至于你的养父，他就是人贩子、纵火犯、杀人犯。你们没有一点证据，就全凭这2个人在这信口雌黄，就断定我父亲的为人，这不公平。事实已经摆在面前，你还要什么证据？陈胜男，你道德败坏，认贼作父，你这样的败类不配为阿尔法集团董事长。陈胜男拒认亲生父母一事已传到总部，给集团带来了严重的名誉损失。我们特来核查，结果很令我们痛心。这是我个人私事，你们无权干涉。不，你认不认你的亲生父母是你的自由，但你认贼作父，严重违背了道德良知，你还不知错？我父亲不是人贩子，我也没错。你袒护人贩子，伤害你亲生父母，你就是错。他们说的都是假象。那你说什么才是真相？你们不要责怪我女儿了，她只是被那个人贩子欺骗，被他利用了。这么伟大的亲爹都不认，简直是丧尽天良。帮着坏人欺负自己的亲生父母，什么人啊？狗屁董事长！女儿，你不愿意认我们，无非是觉得你养父是个好人，但其实这些年他都是装的。对，我们一家所有的苦难都是他造成的。如果你继续认贼作父，那董事会现在就向你发起审判。快给画面！是认亲生父母，继续担任阿尔法集团董事长，还是继续认贼作父，被阿尔法集团踢出局？咱们的节目要火遍全球了。陈胜男，你的养父十恶不赦，你为什么还要袒护他？甚至于连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不认吗？请你端正立场，否则立刻给我滚出董事会！你们这是在逼我。我告诉你们，我做的所有的决定从来都没有违背过良心。你还要袒护你的恶父？我父亲不是恶人，他们才是。你越是诋毁你的亲生父母，我就越确信你的养父是个十恶不赦的恶棍。说什么？我说你的养父人品有问题，所以你有严重的人格缺陷，并且关于前董事长徐慧光先生，我现在确信他的死跟你脱不开关系。徐慧光先生病逝后，他的股份离奇转让给你，你才成为集团董事长。这其中并不排除你通过特殊手段谋取私利。荒谬！众所周知，当初徐董是看中你的孝顺和品行，才将股份转让给你。可现在，大家都看到了你养父的丑陋真实面目，那么你描绘的故事就是子虚乌有，等于你欺骗了徐董，你的继承协议就有大问题。你袒护你的养父，坚持不认你的亲生父母，就是不想失去你用谎言窃取来的财富和地位。我还以为他有多孝顺，原来认钱不认亲生父母，心机真歹毒。他一个人贩子养大的，能养出来什么好东西啊？有其父必有其女呗。傻根和丫头被他们说成别有用心，我这里两口子竟然成了他们口中的善人，真是颠倒黑白呀！他们现在不是认不认亲的问题了，现在恐怕要得什么？网上的人都相信他们两口子和鬼话，现在已经有人去傻根家里去闹去了。这就是人贩子老吴，全都杀了，为民除害。人贩子养大的人渣，就该他妈的流浪街头。主持人，
继续加把塞，咱们的收视率起飞了。你的行为已经在网上引起公愤，你作为集团董事长，应该拿出态度，认回你的亲生父母跟你的养父断绝关系。当事人，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女儿，你是被那个瘸子骗了，我们不怨你。女儿，你赶紧向集团道个歉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。你再不认错，就来不及了。大伙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你就不要再掩饰了。算了，别再为难我女儿了。谁年轻的时候不犯错呢？我求求大家了，就再给我女儿一次机会吧。既然你父母给你求情，那就网开一面。你现在跟你的养父断绝关系，端正态度，积极消除舆论影响，你依旧是集团董事长，否则你就是认贼作父。那集团不仅将你踢出董事会，还要以篡改遗嘱、非法巨额所得等罪名起诉你。证据搜集的怎么样了？还需要时间。你看电视节目了吗？他们这是要逼死董事长。董事长不撇清关系就要被清算，撇清关系后又会被打上忘恩负义的标签，那董事长的人生和仕途就彻底毁了。加快搜集证据。你该给出答案了。女儿，别再固执了，咱就低个头，承认那个瘸子是人贩子就行了。是啊，你何必为了那个瘸子把自己给耽误了呢？只要你认个错，你就还是爸妈的乖女儿。当事人，全国的观众都在看着你，你的父母依旧还愿意认你，你应该感恩，更应该认错悔改。陈胜男，认错还是不认错？我没有错。你认你的亲生父母，还是不认？不可能认。你认你的养父是人贩子，还是不认？就算我失去所有，死也不认。你混蛋，畜生！够了！为了给社会、给股东一个交代，现在开始公开投票，同意将陈胜男开除董事会的，请举手。混蛋！这些人也太混账了，怎么能随便打人呢？姑娘现在被同时捏着两头软肋，已经没法子了，除非让所有人都知道真相。可他们也不信啊。除非找到证据。这都24年之前的事情了，到哪找证据去？这……哎，傻根，你干嘛你？是我姑娘。傻根，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？怎么了？医生，他好像想起来了。老年痴呆往往伴随着记忆混乱，尤其是在受到强烈刺激之后，会短暂的恢复记忆，之后病情会变得更加严重。电视也不要看了，带我去找我姑娘，带我去找我姑娘。傻根，你现在都插氧气管了，现在出现疯了不成？我没疯。34年前我没疯，24年前我更没疯，今天我也没疯。你姑娘已经长大了，你别太担心了。我姑娘都被打了，我能不担心吗？你冷静一下，你现在不能出去医院，否则你随时不就是死吗？我姑娘现在被这么多人欺负，我姑娘需要我，带我去找我姑娘，带我去找我姑娘。我同意将陈胜男踢出董事会。陈胜男犯下了10恶不赦的罪行，留着他，怕是要把集团带入地狱。我同意。徐董将集团交给你，证明你有宝贵的价值。但我不相信徐总看错了人，你需要拿出证明，至少证明你有该有的道德和态度。当初是他们把我遗弃在火场，是我父亲冲进去把我救出来，给了我第2次生命。这就是我的态度。女儿，大家都在劝你，你为什么这么执着？
认贼作父呢？女儿，妈知道，你只是一时糊涂，妈原谅你。我不需要。妈爱你，妈知道你是被骗的，你放心，妈要让他坐牢，妈要让他枪毙。你说什么？大家都知道他是个人贩子，他就该死！混蛋！陈胜男，陈胜男，你狂妄，连你的生母都打，猪狗不如的畜生！我提议，现在就将他开除董事会，并交给监管部门严惩。有人颠倒黑白，我何须辩解？女儿，你擦亮眼睛吧。那个瘸子要是清白的，怎么让你一个人来呢？他为什么不来？他放火烧了医院，偷走了你。他现在不敢来，他就是在躲避，他就是在心虚。他为何不来现场？为何躲起来不敢露面啊？有什么好说的？跪下！当事人，你现在就给你的亲生父母下跪道歉！跪下！跪下！跪下！给我跪下！跪下！跪下！你们别欺负我女儿，你们不许欺负我姑娘。你怎么来了？爸放心不下我姑娘啊，所以爸就来了。瘸子，装什么装？当初女儿被你偷走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，自己送上门来了。你看，我给你拼了！我警告你，你要是敢碰我爸一下，我跟你没完！双方当事人，你们不要激动，先冷静一下。当事人的养父，您既然来到了我们节目组的现场，您愿不愿意来到我们的台中央呢？我们不愿意。姑娘，爸愿意。请您来到台中央。当事人的养父，请问您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陈洪明。陈洪明先生，当事人的亲生父母说您是人贩子，在24年前故意放火烧毁医院，这件事情您是认还是不认？我不认。就是你放的火，就是想偷走我女儿。什么叫偷？我爸救出我的第2天就去派出所报警了，全村人都知道。你们要是那么不舍，你们当时为什么不认？是因为，或许是因为有人故意放出假消息，甚至隐瞒真实信息，所以……对，你假模假样的给我女儿寻找亲人，就是为了撇清责任。你就是在故意隐瞒，想把我女儿据为己有。荒谬！荒谬！你不信你养父吗？让你养父说。你们欺负我，我忍；你们欺负我姑娘，我还活着呢。当初你们但凡有点人性，我怎么可能让姑娘和亲生父母骨肉分离？更何来的据为己有一说呀？有谁可以证明呢？陈洪明，我问你3个问题，你如实回答。我问你3个问题，你如实回答。你问，你是否残疾人？是，我瘸了1条腿。你是否单身？是。家里穷。这些年，你是否想过找回陈胜男的亲生父母？我。你的一言一行都会得到证实，请如实回答。你这是在诱导我爸。我爸一个人把我抚养长大，已经非常艰辛了，他怎么可能是理由？你的亲生父母也很艰辛，但是他们依旧没有放弃苦苦的寻找你。对，孩子丢了，当父母的死也不会放弃寻找。你是心虚，在给你的养父打掩护。回答我的问题。你是残疾人，又因为穷娶不起老婆，所以
这辈子根本就不可能有孩子。那么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，你担心以后没有人给你养老，所以你就盯上了宇智力夫妇刚生出来的2个孩子，于是你就蓄意纵火，趁乱偷走了其中1个，为了以后给你养老？不，我家里虽然穷，但是我做不出这种事情。就是因为你穷，我们陈家村就你一个光棍儿，你穷瘸子讨不到老啊，怕以后没人给你养老，所以你就偷走了我的女儿，我要把你这个人贩子抓起来，放开！所以你就偷走了我的女儿，我要把你这个人贩子抓起来。老先生的辛苦，我们当老师的都看眼里，他们居然倒打一耙。陈胜男同学能有今日的成就，绝对离不开老先生。可就是这么一位伟大的父亲，居然被污蔑为人贩子。网上都在骂老先生，同一个盛南热心，我们可不能坐视不管呀。对，我提议我们立即去节目现场，帮助他们。对，走。傻哥家门口被人鸡蛋，家都被打烂了。傻哥虽然穷，但做人没话说。丫头对我们也不薄，虽然说吕少不管我们，但还是给我们建茶园。我们不能没有良心。二蛋，我们一起到节目现场澄清。他们人都就欺负人，走，把乡亲们都叫上。走。24年前的事儿有没有查清？查清了。证据链？齐全。好，立刻报警，赶到节目现场，让真相大白于天下。放开！既然无法说服您的女儿，那看看能否说服她的养父。我不追究你的责任了，这些钱你拿着，这是我们一家人给你的补偿。你行行好，就把我的女儿还给我这个可怜的父亲吧。我求你，把我的女儿还给我们2口子。给你，我不要钱。什么？这钱你嫌少？这已经是我们家全部的积蓄了。没说过这样的话。你父母拿出了全部积蓄，甚至已经跪下了，难道你还不醒悟吗？当初他们遗弃我的时候，就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这辈子我只有这一个父亲，他们不配。你们也是帮老先生说话的吗？对，乡亲们都看不下去了。走，进去。走。好的，我们5分钟就到，再快点。陈胜男，你现在还是阿尔法集团的董事长，如果给集团造成进一步损失，你要全权担责。我最后再重申一遍，我父亲不是人贩子，当年那场火也绝对不是他纵的。我们收到全网视频投稿，选出来点赞量前2名的视频，为大家现场播放，请看大屏幕。这就是人贩子老吴，为民除害。如果是眼大的人渣，就该他妈的流浪街头，砸了！严惩人贩子，审判不效你！严惩人贩子，审判不效你！你这个畜生！你父母生了你，给了你一条生命，还有比这个更大的恩德吗？你这么不孝顺，小心出门被车撞死！阿尔法集团今天必须要把这个人渣开除！看到这些视频，你有什么想法？很无趣。你无可救药，你已经不合适继续留在阿尔法公司了。我们节目组呢进行了网上的投票，截止到目前为止，已经有500万人参与，支持你认亲的高达97%，生恩大于天，这是人心所向啊！你认，这是必须的。
既然你不愿意承认这生育之恩，集团就顺应民心，在此宣布，我陈胜男这辈子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无愧于我的良心。生恩不如养恩大，生而不养，断指可还。丫头，爹替你还！爸，好快！丫头，住手！好快，住手！主持人，这是你们安排的？我不知道啊，不是我安排的。出事故了，快插播广告！不行，导演，刚刚警方来电说要现场逮捕2名杀人纵火犯。不是一个怎么两？完了！吓唬谁呢？有本事你签！欠你们的，我现在就还钱！丫头，千万不要做傻事！丫头，你怎么那么傻呀？为了2个畜生，也要牵自己的手，你值得吗？姑娘，就算你是为了你爸的名誉，你也不能干这种傻事啊！你们是什么人？谁让你们进来的？我们是陈家村的村民，我们为父女俩证明。对，我们为他们证明。这2人罪名已定，要你们这些刁民证什么名？你们有钱人弯弯绕绕，我们百姓不懂。但丫头回国就开始给我们建设茶园、修桥补路，这么好的女孩，绝对不是你口中的人渣。民心所向，你们还要给这2个人洗白？陈家村511户村民签名，为陈国民妇女证明。孩子，别怕，乡亲们永远站在你们这一边。还有我们是新市镇的高中老师，盛楠是我们的学生，而他的父亲是我们一生中最敬仰的人之一。什么最敬仰的人？你们替这个恶妇说话，简直是枉为人师！这些是陈胜男同学高中3年他父亲借下的欠条，一共是53张，里边的每一分全是女儿的学费和书本费，还有这些是那些穷苦孩子受胜男同学资助完成学业写下的感谢信。我们只是拿的少一部分，每一封信都写着孩子们的希望和感恩。这样的妇女怎么可能是你们口中的人贩子，又怎么可能是你们口中的不孝人渣？你们要做什么？你们都傻了吗？为什么要帮这个人贩子？好你这个白眼狼！你不是说生恩断指可还？你看呢？你居然让自己的亲生女儿砍自己的手指！你们枉为人父人母，是畜生！那是他自愿的。行了，爸，你们就别再逼我女儿了。不是要还吗？不是要砍手吗？你们把我一双手全都砍掉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你少在这卖惨！当初是你把我女儿偷走的，放火烧医院的人是你。24年前的事儿已经查清，放火的人是你们。你血口喷人！头顶3尺有青天。过去这么多年，你们以为做过的事儿能瞒天过海吗？24年前，你们生下一对龙凤胎，当天产房发生大火，你们丢下女婴，抱着男婴逃走。当初你们用假身份证进行登记，这么多年都没有查到你们。既然你们是董事长的生父生母，那当初放火并逃跑的人就是你们。你们纵火、遗弃、故意杀人罪，你们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。什么？我们不处理，当时情况紧急，我们是因为来不及。哼，来不及，来不及，你可以带着儿子逃跑，就不管女儿了吗？你们究竟是重男轻女，救儿不救女，还是故意不救？你们就不要再为难这对可怜的父母了。当初那场大火不仅有明火，还有浓烟。就算是正常人，在这种情况下也根本就分不清楚方向，更别说去救人了。说得好，
正常人是没办法做到，但是陈鸿明他却做到了。试问，如果是陈鸿明故意放火，想要偷孩子，那他为什么连命都不要，冲进火场？你们两个口口声声仁义道德的亲生父母，你们做得到吗？你们一定是收了他的好处，你们才会为他说话。你们说的这些我们根本就不认。你不是说他冲进火场救人吗？光靠嘴说有什么用？有本事你拿出证据！要证据。好。你们不是要证据吗？这就是。怪不得你一直以来都只穿长袖，你还说你怕冷，你为什么伤得这么严重都不告诉我？爸是不想让你有什么心理负担。对不起，女儿真的不知道，对不起。看来我们误会了一位伟大的父亲。你们不是要证据吗？这就是。你害我爸吃了这么多年的苦，我不会原谅你。现在，你到底认不认罪？我又没罪，我认什么罪？我只是抽烟不小心，我又不是故意的。你终于承认24年那场火是你放的。我说了吗？我说什么了？我什么都没说。哼。现在是全国直播，装傻是没用的。这还是你们道德绑架我们董事长所预谋的伎俩。我只是不小心。你是我们的亲骨肉，你竟然帮着外人来对付你的亲爹妈，你是要遭天打雷劈的。于情于理于法，董事长都可以拒绝。现在你们触犯了法律，逃脱了24年，今天你们认不认罪？你们都是一伙的，你们一起欺负我们两口子，我不认了。这个女儿，我不要了，我怕你们了，行吧？你们满意了？你这个白眼狼！我告诉你，现在就算是你想认，我也不认。我要让你一无所有，身败名裂。你不就是想要点好处吗？小姐，你看，这可是你说的，你生下来给你一条命，你给我5000万。当家的，他身价至少有几千亿，我们才要5000，太少了。对啊，你给我5个亿，5个亿，以后再也不纠缠你。你们变脸变得还真够快呀！贪婪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，我们都被他们给骗了。好，5个亿，我给你。这里是5个亿的支票，可以到全国任何一家银行兑换。真的是5个亿，姑娘，你这也太便宜了。姑娘，满意了吗？我还有个要求。厚颜无耻！董事长都给你5个亿了，你还敢提要求？我不敢要吗？我就敢要，这些都是老子应得的。我儿子被你关起来了，你出具谅解书，把案子撤了，咱们一笔勾销。吴德才犯了法，那是他罪有应得。不行，你必须放了我儿子，不然的话，我这辈子都会缠着你和这个瘸子，永远都别想安生。既然你们那么想去见你们儿子，那我就送你们去一家团聚。你说什么？你这什么意思？陈翠兰，24年前纵火现场采集指纹与你俩相同，并有现场目击证人，证据确凿。你俩涉嫌谋杀、纵火、牵引勒索，
并予以逮捕。带走。女儿，你放过我！再干他一次行吗？放过我吧！董事长，原来是你在背后制造舆论推波助澜，为的就是拉低集团股价，操控市场。我带下去，交由监管部门调查处理。董事长，感谢您为集团铲除毒瘤，您是我见过最有能力的领导者。老先生，先前对于您的误解，我们表示最真挚的歉意。您是这世界上最伟大的父亲，向您致敬。误会解开就好，解开就好。董事长，现在网络直播收看人数已经达到500万，并在网上发起了新一轮的投票。这才叫人心所向。现在全网都在收看这场直播，参与投票的人数更是超过了1000万。支持陈洪明老先生的达到全网99%，至于支持吴志立夫妻2人的，老师们、乡亲们，谢谢你们，你们的恩情，我陈胜男这一辈子铭记于心。谢谢，谢谢你们。快起来吧，我们所做的事和所付出的艰辛，远远比不上你父亲这24年来对你的付出。我的父亲，他尝尽了这人世间所有的苦，用尽一切抚养我长大。生我养我者，舍命可报；生我喂养我者，断指可报。这不是能喝吗？为生我而养我者，何以为报？爸，女儿给你磕头了。姑娘，回老了。爸有你这么个女儿，这辈子值了。